好吧，大 S 这个突然的不幸去世啊，还是持续引起大家的关切了哈。特别最近大家都很怕这个流感，所以到处也去抢疫苗哈。那说他的，因为现在各种消息出来哈，说他到最后呢，血氧浓度只有89%了，哦，那他当然现在有人说医院不收，那也有医院说收，但他不愿意住啊，到底怎么样情况现在也不明哈。这边是这样讲了哈，说这个丁力医院哦，然后呢的这个记录说呢，他的血氧饱和度到89，然后肺部呢出现明显的失螺声，就是有气泡有声音哈，然后呢注射退烧药，然后呢患者执意返回旅馆观察。上午10点，医疗团队建议呢转诊到这个东京综合医院。那因为呢他回台湾的机票已经订了，所以呢就被婉拒哈。然后呢下午这个突然呼吸骤停，然后赶快回到附近的社区诊所。那这个时候呢照 CT 呢说2个肺都呈白肺状态，然后到了早上就宣告不治。这个情况非常快，急转直下哈。那苏玉峰医师说呢肺白了很可怕了哈，表示呢他被痰液的水肿活的淹死，整个肺里面都是这个痰液哈。那听说呢大 S 为了皮肤白皙，用抗凝血剂，他说服用抗凝血皮肤会惨白，所以他只要一听到白，他赶快就吃了哈，所以他也不能随便碰撞哈，怕流血了哈。就是表示他非常爱美，然后曾经还出了一本《美容大王》的书，卖了20万册哈。那另外呢，这个台湾基进党的吴欣岱医师是说呢，说应该不是抗凝血剂，应该是复明酸止血剂啦，有美白效果，但是很有血栓的这个风险要注意哈。那当然也有人讲说，大 S 为什么不能住院？因为日本的医疗分级非常严格，你从社区医院一路走上去哈，如果没有到那么严重，不给你住院哈。所以他到底怎么样？是医院他住院，他不要住，还是人家不给他住院？现在也不知道啊。但是呢，这个也有这个江冠宇医师说呢，有人说你为什么那么晚去看病？他说不要谴责这种延迟就医，因为呢流感是非常难测的，下一秒就上一秒可能好好的，下一秒就突然这个发生不测哈。来，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相关背景新闻好了。艺人大 S 徐熙媛因为染上流感并发肺炎死亡，享年48岁。而过去她有美容大王之称，对于追求肌肤白皙无极限，也曾经说过为了美白长期服用抗凝血剂。不过医师吴欣岱说明，大 S 应该是口误，他说的应该是传明酸这种止血剂。通常在创伤性出血时会被医师用来止血，也具有抑制黑色素形成的副作用。虽然有美白效果，但也有增加高血栓风险的几率。甚至网络上还流出疑似大 S 整趟就医记录，形容她在低烧状态仍按计划体验露天风旅，后来血氧饱和度降到89%，肺部出现失螺音，注射退烧针剂后又坚持回旅馆观察，直到医疗团队建议转诊到东京医院，却因回程机票已订遭婉拒。返程途中 CT 影像已经显示双肺曾白肺状态等等细节。我们这个蔡明忠医生在我们现场哈。到底怎么回事？你从医生的角度来看。我首先强调一件事情，大 S 只是一个个案，这个事情国人要很清楚，它只是一个个案，而且它的发生它是在国外，这2个因素合起来以后，您知不知道，在我们前几周当中死亡的流感病人有40多个，但是没有一个人被爆出来，没有一个人去追究他什么原因。换句话讲，流感死亡其实并不是一个特殊的情形。这个名人发生了这样子的事情，大家一定会关切。但是我请国人要注意一件事情，你只要注意防护自己，那就够了，你不需要去追求太多。所以我今天对于他的任何病史那些方面，我不会做评论。因为现在各种不同的传言，不知道真的假的，那个东西都没有任何的意义。但是我今天要告诉他一些观念。急性呼吸道症候群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嘛，感冒啦、肺炎啦、这些现在梅将军感染啦、像 COVID-19 啦，这些都属于急性的呼吸道的症状。每一种呼吸道症状都有可能造成一些因素会死亡，所以它的年龄绝对是。所以为什么流感我们一定要让长者先打？胖的人，我们常讲说体重过重的人一定要先打，因为他费劲，呼吸会不好。另外一个就是相关性疾病三高有没有？那这个东西都是因素。我们疾管署其实考量这个都是有原因的。
家族病史，有的人就是气喘病史，那当然他的呼吸会比较有问题。另外一个，这个人有没有按时服药啊？有按时服药的人，基本上保护力就好。日常生活习惯，这个人都是不动的，这个人是经常运动的，有的人这些东西都是他的相关因素。当然，我第5个提到个人体质的特质，大概是事实上大家非常清楚的，他就是瘦、美、白。维持这些东西，他必须在生活上做一些调整，这个是事实。那这个东西会不会造成他面对疾病的时候的抵抗力？一定会有，一定会有。所以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以后，最后谈到一个医疗水平，大家会认为日本的医疗水平比台湾不好吗？不会。但是为什么它在日本发生？那我们那么关切？那你有没有发现，在这段时间之内，医生事实上对这个问题也不太敢评论的一点是，好像发生在日本，日本的水平比我们差吗？不会耶。那这么为什么发生？这里面相关的因素很多，机票订了，要不要回来？自己觉得还好，所以没有去看，都有可能啊。刚刚有提到肺都白了，那个东西就是我们血中的氧气，一般是要到100或99，就是吸进去的空气，血中的氧气成分是含氧量。一般在台湾的水平大概到94、95左右，我们就要提醒他注意了。低于这个，甚至低于92以后，医生都会考量你除了戴氧气罩以外，是否需要插管。我插个嘴哈，我们一般听考试考90分不错了，为什么含氧量90、91、92都太低了？90就是代表你肺部已经产生变化了。那肺部产生变化，就是它的分泌物可能增多了，氧气吸不进去了。你要了解，氧气供应不足的情形下，会产生非常多的问题。所以这个肺功能当中，吸进去多少氧气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在这种有没有那种什么含氧量只有60、70？有没有这样的人？长期肺气肿，或者是气喘的人，可能他会低于80几，对。但是60几，坦白讲，那个东西早就已经插管了啦。那我们要讲说他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谈到说他的病史，相关病史？长期那个很喘的人，可能他的负氧量可能就85、86，或甚至到89，有可能。但是对于他来讲，一个突然间的变化造成的变成低于90，那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警讯。如果在台湾立即插管，插管完以后给予大量的类固醇或者是其他的治疗，那这样子的话挽救他的生命。我要讲，他是发病发的不是对的地方。如果在台湾的话，应该不会过世，对不对？我相信以他的情形到医院一看，每一个医生都会告诉他你要立即住院。那立即住院，他会不会这个东西他会考量？但是在台湾只要这样传起来，一定插管，一定住院。我相信他在台湾存活下来的几率应该比在日本高。但是在比日本高，日本科技沟通是一个问题，不懂你的过去病史是一个问题，所以他们的医师很难去判断。所以也有人说日本医师很讨厌看外国人，这个说法我们也不能说它不对。那病史上到底怎么样？那只有等后面再讲，我们没有办法在这边预测。但是我要跟大家提哈，要不要在这个时间点赶快去打疫苗？我觉得疾管署包括卫福部，在第一个事件发生的时候，他应该要有一个政策出来告诉大家。没关系，我们下一段谈疫苗。好，那这边是讲说，因为大 S 身材不错嘛，他一辈子追求瘦，说他说这个自己讲过哈，说我宁愿瘦到快死掉，就是瘦到已经接近死亡，要这么瘦哦，所以他追求40公斤，他160几公分呢，所以呢，他曾经一下子减掉30公斤。所以呢，看起来他对瘦的追求，所以有时候太瘦也不好了因为你表示你吃的东西等等，可能这个均衡营养可能不够均衡，都有可能了不过不管怎么样，这次可能不是这个原因，但是也可能是因为底子本身这抵抗力也就比较弱了所以呢，怎么样有一个健康的这个饮食习惯还是蛮重要的才会。
对于大 S 哦，包含有讲到她要瘦到极致啊，或者是一些美白的东西。其实因为瘦到极致那一段，她是在跟小 S 在娱乐100%的时候讲的。小 S 就跟她说：“你这样不吃东西，营养不良啦。”不好看。然后她就说了一句。被听起来也很像开玩笑，他就说我就喜欢这样子很瘦啊，我觉得这就是我的审美观啊，所以就凸显其实大 S 对他自己的审美观是很有一套的一个看法。那第二个是美白，因为我自己也是大 S 的非常非常死忠的支持者，我那个时候有买《美容大王》这本书，那他对白对美的极致，我觉得到现在有很多台湾的女生哦是非常敬重她对美的自律，像是她当时就有说过，她出门如果有太阳的话，她绝对不会让自己晒到太阳，她一定是车进车出。如果真的会晒到太阳的话，她在车子里面一定都会戴遮阳帽，一定都会戴手袖，这样子的一个方式。看起来你这个书看得很详细，就是对我看得非常非常的详细。对，所以其实我要说的是，其实台湾对于大 S， 尤其是女生，对她来说是。就真的很敬重她对美的这个自律了，但是我觉得从大 S 这件事情来看的话，她是一个对台湾不管是女生或者是演艺界都这么有影响的人，但是很奇怪的是，还会出现一些非常遗憾的事情，像是在网络上面，我们这几天看到，不管是病程，不管是病例，甚至到今天都还有一些照片流出来，甚至是在今天，大家也因为说可能是因为旅行社，所以去公布大 S 她的这个照片啊，甚至是一些病程病例。这些等等，所以要抵制这样的一个新闻。我想这样的新闻都是让大家非常非常的遗憾的，因为其实包含像王伟忠他帮这个大 S 的妈妈有发出一些声明之后，在媒体记者圈都有配合，希望可以配合家属做一些改变，做一些配合的一个方式。像是娱乐记者他们就有说好，在机场呢，他们只会定点的拍摄。那因为他们有说不希望被追逐嘛，所以他们可能就在各点放几个人，然后大家一起用公带协调公带的方式，让大家尽量都有好的一个画面，让大家尽量都可以去在荧幕上面去哀悼这个大 S 哦，所以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去哀悼这个曾经对我们非常非常有影响，而且大家也非常喜欢的女明星。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包含吴佩益，还有包含民进党的一些侧翼，现在开始在蹭大 S， 那甚至是吴佩益这个出来挺大 S 之后呢，还被青鸟反扑，还被青鸟延上，所以我真的觉得民进党在整件事情的操作真的是阵阵恼到可悲啊！接下来再回来。好，那么流感疫苗大家现在抢，原来说只剩下公费的啦，说自费还有40万剂，自费要自己花钱的1000多块。公费的时候原来剩20万剂，那这2天抢的大概已经剩不多，有些县市都没有了那有民众呢空跑10几个诊所，我觉得蛮惨的。现在诊所很多都是因为感冒很流行啊，诊所都是满满的人，病人人满为患。我每次经过，我想有点小毛病，我都不想进去，因为我搞不好小病，怎么大家一绕一圈又传染成大病了所以我是觉得说，你就先打电话嘛，你要去你就先打电话。比如卫生所啊，或者是诊所，你说，我现在去打疫苗，你到底还有没有？现在多少人在排队？我现在如果过去半个钟头或者1个钟头以后到，还有没有可能？你先问一下嘛，不要这么跑，浪费体力而且真的是风险也蛮高。我觉得一直跑诊所风险蛮高的。现在公费流感疫苗剩余的真的已经不多了啦，大家看这边已经不多了那但也有卫生署的官员讲说，不用急啦，说呢，台湾现在已经超过30%都打了。说只要23%人打就不会社区感染了，不是要每个人都打，就有人不打疫苗，说你说不打，你打就好，我打什么了？你没有病我就不被你传染了。有人真的这样想，就他是有道理的，就是说不需要每个人都打那比如说台大医院已经说暂停接种服务了，还公告没有疫苗了那另外呢，这个也有医生说呢，看到已经累死了还有些医生本身也被感染了，因为医生很容易被病患传染，医生也不是超人，那常常自己生病还得看病那这个，所以现在因为只剩下10多万剂，我相信现在还没有到10多万了。那卫福部说是不是给高风险的族群？我也是觉得说年纪比较大的啦，比较有可能，比如要到高风险国家去的啦，到日本、韩国啦，或者现在欧洲、美国其实也都开始起来了。然后呢，自己体弱的，或是你的工作可能会接触人群比较多的等等，像这些人打，一般
没事干哈，就是说也很少出去接触人，都在家里，就不需要了，把那个机会让给别人吧哈。那到底还要不要再买公费了？疾管署说，全台湾超过30%人打了，已经社区有足够保护力的，不要去抢了啦哈。那另外高雄有一个诊所说，你只要加 double 300加600挂号费，我就让你的优先。如果你还要优先，再加1000块让你插队哦，等等哈。那他会说这好不好哦？这卫生署说现在可能要卫生局了哦，所以要介入调查。我们看一下。上公告写着赶时间不想等待，挂号费加1000元就能优先看诊，就连停挂后想要看病也能收600元帮病患服务，引发质疑。被点名的诊所就在高雄路竹，得知有人抱怨，他们赶紧对外说明。那你们这个1000块是挂号费，额外的挂号费。过年，因为过年的时候，当然因为人力不足，因为护理人员他们可能也想要过年，所以必须一定要一些额外的奖励，让他们出来上班。院方强调是为了服务病患设置的挂号机制，本质上收取的还是挂号费，而且过年后1000元的告示就已经撤除，只剩下600元的费用，但卫生局却有不同看法。医疗机构不得擅立名目收费，如有提前看诊费、挂号加号费，能设有擅立名目收费之嫌。卫生局也将派人突袭稽查，如果属实，诊所将面临5万以上25万以下罚锾。好，这一次哈，现在彰化说克流感在抢了，说没有疫苗或没关系，但是治流感的药哦，现在一种是克流感，一种叫舒服效哦。那克流感是1个礼拜5天了啊，上下各吃1颗啊，大概1000块左右。然后舒服效说要吃2颗，那1颗大概800-900块啊，所以现在都抢这个药哈。那你的诊所到底情况怎样？你还有疫苗吗？第一个，彰化县大概执行疫苗接种，大概是最有效率的一个县市。我们的局长真的也很厉害，大概在年前，大概我们就打的差不多，已经没有疫苗了。所以刚刚那个图表里面，主持人可以看得到哈，彰化县是挂零的哈，唯一一个县是挂零的。第二个，疫苗本身的施打，我觉得民众太惊慌了啦。如果你今天要到任何一个地方去，这2个有一个前提，第一个，你是危险病患。就是长者啦，或者是你有呼吸道症状的人，可能是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你打有必要。所以我觉得卫福部在这件事情上，应该当大 S 发生的时候，他就能预估到一定会强打。这个时候赶快要出来宣导，一定的要出来宣导。我们有医生开玩笑讲说，今年10月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人因为这样子而往生的话，搞不好今年的施打率会非常高。但是这个代表什么？民众要认知啦，不是说打了就一定没事啦，打的只是减轻你的症状。但是刚刚疾管署有讲，30%以上打，每年台湾的流感疫苗大概600万剂，那这600万剂打完了，就是形成一个社区的免疫嘛。那这个东西是对的，所以如果你要出国，你要到日本，因为日本最近流感非常严重，你打当然有保护，但是记得打完之后可能1个2个礼拜之后才能产生抵抗力啊。到越南麻疹那时候很流行了，所以前一阵子封打麻疹疫苗，所以这个东西代表民众要有认知啦，有需要再打。毕竟流感已经接种了这么久了，政府再怎么推，每年大概就是那个剂量了，打完就好了。后面需不需要打，疾管署长官必须要有很明智的决定。所以我要跟大家，什么人该打，什么人可以不必要讲清楚了。但是他原来因为20万剂，觉得还是赶快把它推销掉，赶快推销掉吧，所以他不讲。这个东西就是又牵扯到一个费用的预算。在地方也有人讲说，我编了那么多费用给你，你才执行5%、10%，所以执行不力。但是他也担心啊，我打不完留下来，我又是变成估量错误，我也要受到谴责。但是不管怎么样，疫苗这个问题绝对是不能够去挡的。我相信。国民党、民众党也好，在立法院里面没有人敢挡疫苗啦，没有人敢挡预算啦，这个东西是绝对的啦。所以在这边哈，我很想讲一句话哈，医疗真的是台湾人最幸福的资产呢。但是医疗在台湾真的非常廉价。我刚刚提到日本，因为它分级医疗很彻底，日本地又大啊。分级医疗很彻底，你一定要由这个转到那个地方去，这是他们一定的程序。分级医疗的严格的地方，费用就会花的少，
但是很可能就会造成延误。台湾因为医疗太方便了，民众很可能早上在高雄，中午到台中，晚上到了台北，这个情形常常发生。所以台湾谈分级医疗已经谈了那么久了，真的做出来了吗？难，真的是难。所以我在这边真的要呼吁台湾的民众，大 S 事件是个案，而且它的发生是在国外，不是在台湾。我相信以台湾的水平以及在台湾的医疗的制度，他在台湾活下来的机会绝对比别人高，绝对会有一个结果。不代表台湾的医疗就好，台湾的医疗其实真正政府的投入事实上是不够，民众端的需求又坦白讲不能讲说无穷无尽啦。反正我看得到，我为什么不去看？这种心态一定要改。然后对于各种的防疫措施能做的，我相信政府已经有考量了。不管从新冠、从流感、从所有的这种肺炎链球菌，包括所谓的皮蛇疫苗的各种东西，我觉得民众端都要去思考。我为了减少得到这个之后产生的不舒服，减少变成重症，我能打的，事实上是要考量啦。不过这一句话讲完了以后，就是到最后，那以后真的就没有病了吗？放心啦，病毒的演变是随着时间在演变的啦。现在这个时间你有办法对付它了，一段时间以后它可能又衍生新的，所以医疗的行为、那个防疫的演进，都是没有底线的，必须不断的去投入。对，有点像这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是你想出方法，它在这，然后在彼此的一直变，不断哈。刚刚没讲没错，彰化市的疫苗是零了，都没有，彰化县的啊，其实是零的。来，世轩。这我相信，刚刚蔡医师的一段肺腑之言，应该是讲进了很多人的心坎里哦。那大 S 事件非常的不幸，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以前吃晚餐必须看他的节目，所以大家都非常难过。但我觉得前面刚有提到说，打超过23%就会避免社区感染这件事情，其实我就是这种想法的人。为什么？在议会里面，我们就有所谓的公费疫苗，免费的。所有的议员，所有的其他议员都打，你就不必打。不，很多长辈嘛，就是我的想法就是，这前辈们你们打完了，我应该就不用打了，所以我没有打，我就是其中之一。好，那这一次这个事件发生之后，我觉得中央政府要做到第一件事情是避免恐慌，因为错误的观念或者是一些名人效应可能会造成一些混乱。在新北市，我们有100万剂，施打率97%，可能现在剩下可能不到2-3万支了，这个礼拜一定就没有了。可是我觉得把正确的观念传达给大家，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您蔡医师刚最后提到关于预算的部分，是我最有感的。碰到这种事情，大家应该是给他们一点空间。可是当有一些看到一些言论或者是论述产生说，是不是蓝白在野党在立法院的预算影响了这一次的不管是宣导或者是防疫，我觉得这个是大大不可取。尤其防疫预算，这一次委员坐在这里，就算删减之后60%之后，还比以前更多。你说疫苗预算，这也是基金预算，现在应该也还没有通过，而且今年的这个疫苗还是去年编的，还不是今年编的。所以这些正确的观念应该要告诉全国的国人，也避免造成更多的恐慌。好吧，这个的确了哈，就是说该打的让他去打。一般人呢，这个健康的或是比较少去跟人家接触的，也不必恐慌了。有机会打就打，没机会也就人多地方少去嘛，戴口罩，勤洗手，不要摸鼻子，不要摸眼睛。医生常常这样跟我们，多喝水，多运动，照太阳，大概就这样吧。休息一下再回来。